俄乌战场的态势正在发生改变，美国打电话迫切希望俄乌停火，普京不接受诱饵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俄乌冲突已经打了100多天了，从战场态势的变化情况看，美国人的心态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，真的非常有意思。在普京刚开始发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，美国是第一批从基辅撤离大使馆的国家。美国情报部门还在劝说泽连斯基尽快离开基辅，这些呢都是基于美国情报部门对俄军4天占领乌克兰全境的判断。随着俄军在第一阶段作战行动中的表现拉垮，甚至呢在基辅等方面主动撤出之后，遭遇到了较大的损失。美国人对乌克兰军队的表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。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基辅时，说出了美国想的就是一个被战争削弱的俄罗斯的大实话。与此同时呢，美国批准了一波又一波的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，最近2次援乌的总金额竟高达550亿美元。如果细看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，又能发现不少的怪异现象。因为绝大多数的援助资金最后呢回流到了美国军工复合体，从中也能看到美国对俄乌冲突的前景再次发生改变。几周前，乌克兰的政府领导人还相信他们可以将俄军赶出乌克兰的领土，但现在看来，他们正在顿巴斯地区走向重大失败。如果俄罗斯真的击败了乌克兰军队的主力，或者将他们困在一场正在展开的包饺子行动中，乌克兰将不可避免地必须与俄罗斯达成和解。正是顿巴斯前线战场态势的改变，让美国和欧洲人开始认清现实。现在，关于乌克兰军队如何屠杀俄罗斯军队的宣传正在减少。西方国家开始讲述这场正在展开的战斗的真实故事。眼看着乌东战局难以扭转，美国开始急眼了，计划向乌克兰发送海马斯火箭炮系统，但是此举对乌克兰的抵抗行动来说已经太晚了。西方独立媒体统计的数据显示，俄罗斯军队的坦克从开始的1天损失30辆，降低到现在每天6辆左右。这也证明俄军稳扎稳打的战法正在获得成功。俄军发挥其地面火炮强大的优势，正在一天天地吞噬着乌克兰士兵的生命。而乌军得到的西方军援，不是难以快速地运抵前线，就是缺少体系作战力量的支援，根本就经不起消耗。美国军方对俄乌战场态势的判断，从5月中旬开始已经发生改变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打电话给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·绍伊古，要求绍伊古在乌克兰停火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·米利与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·格拉西莫夫将军通话。这次2人讨论的细节尚未公开发布，外界推测这是美国推动停火的又一次努力。那么，美国为什么要急于要俄乌实现停火呢？可能是基于2方面的判断。一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的经济制裁未能动摇俄罗斯的经济基础，俄方甚至因为能源价格的上涨而获得了更多的外汇收入。二是俄军正在进入将乌克兰军队困在顿巴斯的位置，形势呢难以扭转。有消息认为，美国应该给俄罗斯提出一些停战的承诺，但俄罗斯不打算接受这些诱饵。俄罗斯拒绝现在结束战争的原因也有2个。首先，俄军终于认为他们已经扭转了乌克兰的灾难，并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。第二，普京总统需要胜利，而不是停火，也可以理解为在乌克兰完成第2阶段作战任务是普京继续执政的基础。而这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，只有在达成全面协议之后才能结束战争。俄罗斯想要的某些结果，乌克兰将不得不选择接受，包括不再申请加入北约，
允许2个顿巴斯共和国的独立等等。一旦乌军全面战败，俄罗斯可能会走得更远，要求乌克兰加入由俄罗斯主导的安全联盟，即集体安全条约组织。如果乌克兰无法接受这一点，也要在顿巴斯地区作战行动落幕之后，继续与俄军在更长的战线上进行长达数年的战争。如果西方仍不能下决心大规模的援助乌克兰，那么第2次围攻基辅就有可能出现，这才是让美国难以承受的后果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